这个女孩直冲冲走下来，拿起钥匙冲向监狱，打开门让里面的人赶紧逃。可只有一个小伙子愿意跑出来，其他人无动于衷。狱警也不慌张，因为逃离监狱外面还有一扇门。他一把扯住小伙的脚链，让其摔倒在地。将小伙放出来的女孩也即将面临惩罚，她和小伙被吊在监狱外面。另外几个狱警经过商量，决定把女孩变成囚犯，待遇从天堂跌到地狱。女孩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故事还得从女孩主动参加一个监狱实验开始。这个实验是由虚拟主播索菲亚举办的。其实监狱实验的原型便是曾经臭名昭著的斯坦福监狱实验。参加的人被随机分成2部分，12个人充当警察，12个人充当囚犯，好几个人都被逼疯了。索菲亚举办的监狱实验招募了12个人，6男6女，只要在里面待够1周就可以获得100万奖金。马里是一个大学生，他也报名了这个实验，因为他很想离开姐姐家。很快12个人都聚集到直播间，直播间的布置非常真实，姐姐也通过直播间关注马里的情况。直播间里有一间模拟监狱，还有相应的刑具、手铐、绳索，而报名的人不允许带电子设备入场，并且断绝与外面的一切，直到整个实验结束。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是他们噩梦的开始。12人抽签决定他们的去向，6人扮演囚犯，6人扮演狱警。实验开始，这个女孩就戏精上身，对着监控表示自己是冤枉的，其他囚犯则有说有笑配合她。到了饭点，狱警给他们送吃的，可这饭菜看着就难以下咽。其中有个女孩被呛了下，她觉得在剩下的时间里都要吃这个，实在是太折磨人了。她站起来通知索菲亚自己要退出，索菲亚也同意了。就这样，在这场实验中出现了第一个退出的人。女孩离开后，实验继续。在吃饭过程中，一个狱警提出要设置新的规定，为了防止中途囚犯离开，第一个规则就是，如果囚犯想要离开，需要他们6个人举手表决，超过1半以上的人同意，就可以让囚犯离开。其他人也没有意见，并且他们投长发男为监狱长。接着监狱长制定了新的规则，将6人分为2人1组，轮流看守囚犯。马里突然询问，监狱长毫不留情表示，那就和囚犯一样，他们刚刚制定完规则，就有一个男囚犯去上厕所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谁带着去呢？监狱长又表示，女囚犯让女看守带去，男囚犯由男看守带去。狱警拿过手铐铐住囚犯的双手，然后用一根绳子绑在囚犯腰间，像是遛狗一般。囚犯只能一蹦一跳去上厕所，其他人见到也只是笑笑。实验嘛，就得逼真。夜里众人还没有睡醒，就被突如其来的呼叫声吵醒。马里过来想要关掉音响，却不知道开关在哪里，不一会儿就没有了声音。1号囚犯因为上厕所时故意挑衅狱警，狱警丢下他独自回来。待1号囚犯回来时，直接被推进监狱摔倒。监狱里的囚犯开始不爽了，不是不能使用暴力的吗？其中一个小伙砸铁门发泄自己的不满，囚犯们渐渐产生了反叛心理。实验会有变数吗？要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要多久呢？答案是6天就够了。1号囚犯想要搞事情，他见大厅里只有马里一个人，表示自己想要上厕所。马里告诉他得让男看守送他去。1号囚犯说自己很急，而且那是他们擅自决定的规则，根本不算数。他一个劲表示自己憋不住了。马里信以为真，跑去拿钥匙过来开门。出去的他不到1秒钟就回来了，他要马里给他打开脚上的镣铐。马里不知所措。这时另一个狱警过来了，本以为狱警是个武力担当，不曾想脖子被1号囚犯死死卡住，动弹不得。在其他狱警赶过来后，1号囚犯才松开手。监狱长呵斥了3人，对马里的嫌弃毫不遮掩，表示马里更适合囚犯，不适合看守。接着他又制定了一个新的规则，囚犯和看守员不能说话，要说也要用敬语。在他们给囚犯公布新的规则时，短发妹看守的摄像头被囚犯一把给抢了过去，囚犯们欢呼雀跃，仿佛他们赢了。但下一秒1号囚犯就怂了，因为他要去厕所，而自己实在憋不住了。他把摄像头递给短发妹，短发妹显然不吃这套，他要1号囚犯说敬语，否则就不开门。憋不住的1号囚犯最终妥协了，他说道。拿过摄像头的短发妹并不打算放过他，教他说敬语。1号囚犯用头撞击了几下监狱，短发妹还不作罢，要他态度端正，情真意切。1号囚犯的肚子就要裂开了。终于，监狱长同意让他去上厕所。然而出来还没有结束，狱警又用绳子拴住他，另一个狱警又推了一把。这下不用去厕所了，1号囚犯在大庭广众之下拉了出来，而他的尊严彻底被击垮。监狱长看不惯眼镜囚犯一直戴着眼镜，就想要没收他的眼镜。眼镜男看到1号囚犯的下场，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1号囚犯，索性就把眼镜摘了下来给监狱长，并叮嘱他好生保管。
监狱长接过眼镜，一脚下去，眼镜碎成稀巴烂。没错，这几个狱警想要立威，只有马里快崩溃了。短发妹在值班的时候，不是用电筒直射囚犯们的眼睛，就是敲打监狱，制造出声响，让他们睡不着觉。第4天到了，问题已经开始变得严重。洗澡被异性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？一个女孩想去洗澡，由马里带着去，但是新的规定是，囚犯洗澡得戴着手铐和脚镣。女囚犯让马里给自己解开，不然不好洗澡。马里以为不会出什么事，想都没想就给女囚犯解开束缚。然而变态的监狱长直接冲了进来，一把拉开浴室的帘子，女囚犯吓得惊叫不断，高潮迭起，赶紧拿浴巾遮挡自己。监狱长扯开女囚犯的浴巾，把女囚犯带回监狱。女囚犯想要揍监狱长，却被另一个狱警抱回监狱。马里此刻的心理防线也彻底被击垮，他冷笑着说自己想要退出实验。监狱长让大家表决，可是没有人同意马里退出。马里回到房间，对着摄像头疯狂质问索菲亚，自己想要退出，索菲亚会同意马里的请求吗？马里想放囚犯们离开，可除了年轻小伙子，没有人愿意离开。马里被铐上脚镣手铐，被狱警们反手铐着，双脚不能着地。麻花辫看守员替马里求情，让他们放了马里。监狱长回复还不能够，并将马里降为囚犯，获得5号囚衣，晚上也不好过，和2号一起被手铐脚镣的全套伺候，估计又是一个不眠夜吧。第5天，马里从看守员变成了囚犯，短发妹开始找他麻烦，他看不惯马里的善良，明明就是很胆小的人，却还要装救施主。狱警们开始肆无忌惮起来，要囚犯们给他们下跪才给他们饭吃，但是全部囚犯得一起才行。小伙可不想失去尊严，躺在一旁看他们乞讨。其他囚犯直接把小伙拉过去要他下跪，被折磨的小伙也妥协了，跪下来祈求狱警给他们食物。因为狱警少了1人，为了平衡人数，他们提拔长发妹做狱警。本以为经过折磨的长发妹会体会囚犯的辛酸，可是没有。她接过制服，对着镜头给母亲传话，自己当了狱警，然后开始对囚犯进行言语侮辱。长发妹的发飙还不仅仅如此，直接用热饮给囚犯泼身。另一边，马里的姐姐一直没闲着，试图根据虚拟主播的社交网络信息查找定位。第6天，终于小伙找到合适的机会，准备反攻。他趁着一个囚犯要出去上厕所，快速冲了过去，一把推倒囚犯，用门使劲夹住狱警。一时间，直播厅里都乱了套。小伙解开脚镣跑了出去，其中一个狱警锁住监狱的门，这场闹剧才算结束。可当他们起身的时候，发现眼镜男已经没有了呼吸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马里过去呼救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狱警们相互推脱责任。短发妹害怕了，想要逃离这里，被其中一个狱警紧紧锁住脖子，并威胁众人不要轻举妄动。所有人都在镜头前哭喊，请求索菲亚将他们放出去。马里蹲下来大声说道。众人陷入一片沉默。马里继续说，因为索菲亚就在其中，也就是说索菲亚也参加了这个实验。有人询问是谁，马里指了指很淡定的狱警秃头。马里有理有据说着，秃头也没有反驳，直接承认自己就是索菲亚。整个直播空间的一切都是他操控的，但是眼镜男的死是他没有想到的。他直言在场的人都会被调查，除了他。他指向那个胁迫众人的狱警，因为短发妹死了，马里不依不饶，他肯定是有罪的。秃头也不否认，只不过他会消失。现场陷入一片漆黑，众人随之昏迷。再次醒来，不见了索菲亚。1号囚犯却在监狱里看到了秃头的尸体。众人也彻底疯了。马里拿着照明灯，让众人不要放弃。等到众人都冷静下来之后，大门终于开了，而开门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马里的姐姐。看来一向胆小的马里还是离不开姐姐的庇护。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，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。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，权力不受约束，必然产生腐败。人性的善与恶也就在那么一瞬间。